来了，油耗也变高了，加之呢齿比又比较密，所以巡航的速度下转速一直下不来。所以这台车该怎么调呢？把5500转的动力放缓，不要调得那么激进，震动呢也能减小，油耗呢也能降低，骑行的质感呢也能提升，而且100公里加速、极速这些性能测试呢，成绩呢也不会变差。因为这些测试用到的都是7500转以上的动力，调的是5500转以下，而5000转到7000转作为过渡调整。7000转以上的动力呢，如果你想要数据好看一点，可以单独调7000转以上的动力就好了。对齿比的优化呢，最简单的就是调末级传动，也就是大小飞，难度呢是最低的，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改动变速箱的齿轮是最好的，但是呢会增加研发时间和成本。怎么调呢？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都不用动，再配合7000转以上的动力曲线不要调，这样呢就能保证100公里加速成绩不会变差。从第4档开始调整，第4档呢调到135，第5档呢调到160，第6档呢调到190。4、5、6档的齿比分别减小了 1.1 倍、1.15 倍和 1.21 倍。1、2档的速度差30， 2、3档的速度差30， 3、4档的速度差25， 4、5档的速度差25， 5、6档的速度差30，最高车速呢出现在5档，所以这样改的传动呢，加速、极速都不会变，而且第6档减少了 1.21 倍，也就是说6档任何的速度下转速都要比原来的低上 20%， 所以巡航油耗、国道油耗都能降低。这样发动机、ECU、齿比的调整，极限测试呢，加速、极速都不会变，震动又能减小，油耗又能降低，是可以提升不少产品力的。所以为什么说造车不难，调车难，就是这个原因，需要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台车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希望能调整的，就是前减震的预载偏硬了，调转 20% 就好了。原厂这个状态呢，支撑性有点过了，激烈驾驶呢或者是重刹支撑性比较好，但是除此之外正常骑行呢，滤震效果呢就有所欠缺了。把胎压放低一点会有所缓解，但是前减震部分也希望能在改款中能改进。后减震的调教呢则没多大问题，因为这台车的定价只有2万2。接下来说一下好的部分，刹车它比较细腻线性，而且制动力是够的，配的是全地形轮胎，但是60到0刹出来的最好成绩是 14.5 米，制动的效能和匹配的成熟度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有一定的细腻感，前段呢也是偏柔和，挂档的质感和清晰感呢没有 R1560 那台来得好，会有点干涩不够润，而且各方面的做工和质感呢也符合它的定价，骑起来的轻巧和灵活度呢和春风的 C27 差不多，体型上看呢会比 CU525 小半号，但是骑起来呢会比 CU525 灵活不少。无极呢走的是沉稳稳重风，这个呢性格轻巧活跃，很乐意上高转，比较富有激情，低转速骑行呢会没有那么舒适。最后总结一下这台车吧，希望能改进的地方，中低转的震动、齿比、油耗以及前减震的舒适性，只要把这4样能调整好，那么它的性价比会很高很高。这款车的定价就是主打性价比的，如果是对品质有更高的要求，那么就多花一点钱往上选择就行了，它们的定位是不冲突的。从这些天我测赛克隆的560和401这2台发动机，可以看得出厂家是有在认真造车的，只不过呢调的方向似乎有点迷茫。我希望我能做的，能帮助大家在选车购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数据，同时呢也希望能帮助到厂家打造出更有实力的产品提供给我们消费者。只有国产的品牌实力变强了，才有能力抗衡国际品牌。